这是工业级的多旋翼飞机，都是老熟人，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们。调酒的设备，这可以调酒，自动加冰块，一引而进就出不了你这个门了。机器人，我这步棋就把你降死了。需要我带你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你带我参观一下吧。哎呦，能扛100公斤，6发破窗一体的灭火弹，摄像机非常帅。复合翼的垂直起降无人机，大家觉得眼熟吗 ？Thank you, thank you。朋友们，一整天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之旅结束了，太累了，因为整个一个园区开车的话要15分钟才能转一圈，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今天有一个感觉什么呢？就是你说义乌的奇迹藏在哪里呢？我觉得义乌的奇迹就藏在千千万个义乌的商铺里，藏在凌晨3点钟义乌的仓库里，藏在义乌人创新、勇敢、勤劳的品质里。非常感谢中国上市公司协会，感谢抖音的邀请，让我带你有机会去看义乌。好了，义乌欢迎您，再见。前不久的义乌之行，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就说实话呢，在去义乌之前，我对义乌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商品、便宜货。结果呢，这次我一头扎进了义乌的全球数贸中心，逛完了之后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哪里是市场呀？这完全就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数字化的工厂。放眼望去，全是什么呢？全是数字化的大屏、AR 眼镜、巡逻机器人和全球顶尖的无人机。同时，我也看到商户们拿着手机用英语谈订单。AI 体验馆，当时我看的是前面排满了队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就是今天的义乌，早已经不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样子了。就今天的义乌，我逛完这么一圈，发现它不是简单的升级，是直接换了一条赛道。过去呢，网上有个段子说义乌的老板们能提前3个月预测世界杯的冠军。我觉得他们靠的不是什么玄学，靠的是数据的密度。哪个国家的国旗、喇叭的订单暴涨，那么就说明那个地方的球迷的情绪已经被点燃了。那么他们靠订单量就能够画出全球实时的一个情绪的地图。那么这种能力呢，很多大数据公司砸几千万都做不到，但是义乌的一个档口就搞定了。那么这一行我发现义乌它有一个护城河，那么义乌这个护城河什么呢？就是和全球中小微企业毛细血管机的这种连接。210万家上下游的企业，8万间实体的店铺，全世界商业的脉搏怎么跳，义乌摸得最准。今天的全国很多地方在搞数字化，我们都知道，那无非呢很多地方就是搭一个电商平台，但是义乌它不一样。义乌有一个 China Goods，China Goods 把8万间商铺1比1的搬上线了，开了一个中文店，自动生成英法西阿这4个语种的海外独立的网站。哪怕你只会说义乌的方言，你也能直接对接中东的客户，对接拉美的客户。可以说语言的壁垒被技术彻底的抹平了。那么另外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它的支付，最关键的就是支付，它叫易支付，义乌的易。易支付呢，打通了国内、跨境、数字人民币这3条线，解决了中小微出海最怕的3个事儿。这3个事儿就是钱收不回来，账对不上，税交不明白。那么义乌他把最头疼的这个兜底的问题扛了，等于给每一个出海者发了一个安全牌。它的数字化是把展示、沟通、交易、支付、物流这整个一条链路从头到尾重新做了一遍。展厅里面这一次我看到了很多的机器人、无人机，就看着非常像科技展、科技秀，其实呢每一样都有商业逻辑的闭环。巡逻的无人机替代了人工的巡检，工业无人机载重200公斤，精准地完成了仓库调货。AI 的交互设备日活1300万到2000万人次，天生它就分了一个国内外的版本，从设计之初就奔的就是全球化。包括呢这一次我也看到它有一个叫酷家乐棚拍系统，1分钟可以生成5000种场景，成本只有传统的1/10。那么这就是一种技术的普惠了。
把过去只有大企业专属的这种营销能力下放给了每一个个体户。在那天我的义乌之行，就是商场快要打烊的时候，我偶遇了一个亮着灯的档口，特别有意思。就是当时一位王姐这种流利的英语谈单把我吸引了，旁边一位小楚偶尔补上2句。当时呢，我等他们等了20分钟，看着他们接连的送走了英国的客户、巴西的客户、印度的客户、3波客户。这个王姐呢，以前在上海她做 B 端销售，她就是看准了数字化出海的这个窗口，果断的辞掉了工作，来到义乌。小楚呢，他懂 AI 也懂产品，他们2个是在过去的一个展会上认识的，当时一聊是一拍即合，他们现在是搭档。他们一个人，你看，一个人懂渠道客户，另一个人懂技术产品，就他们2人的组合拼出了一个完整的出海的版图。他们现在主要卖什么呢？卖叫冰块机器人，一个拼装的那个 AI 的玩具。他们跟我讲说目标非常明确，超越乐高。朋友们在义乌待得越久呢，就越觉得这里是一个永远不会打烊的世界的展会。因为传统的展会要等时间，要凑地点，义乌直接把展会做成了基础设施，全球采购商不用等排期，随时来，随时看，随时下单。对于中小外商来说，这种去中心化全天候的这种基础设施、这种环境、这种场景，我认为就是义乌今天最大的吸引力。更重要的就是在这里合作的逻辑彻底的变了。你看这次王姐对我说我们现在要找的不是客户，是渠道，是合作伙伴。你看他这就从买卖关系转向了渠道共建了，这不是一种话术，这是商业底层模式底层的一种切换。所以说这疫情下来，我认为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变了，正在从拼产品的性价比变成拼渠道的能力。当然我们的产品也在迭代。义乌的变化，我认为从来不只是一个地方变好了，它是我们中国制造转型的一个缩影。从我们过去多少万件衬衣去换一架飞机，到 AI 机器人，我们的工业无人机批量的出海，我们终于撕掉了这个廉价的标签，贴上了价值的标签。我认为它也是数字时代草根全球化的一个最好的样本。什么叫草根全球化？就是我们不需要跨国公司的架构，我们有一个商铺、一个平台、一套支付系统，就能够直连全球的市场。所以说呢，这次的义乌之行，我认为证明了一点，就是勤劳、敏锐、敢闯敢试，再善用新的工具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能参与国际分工、全球分工。朋友们，如果您对我们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廉价产品的时代，我建议您呢一定要去义乌看一看。义乌，今天的义乌是一个没有打烊的展会，一个没有打烊的世界，也是一部正在实时的书写商业的教科书。义乌，期待您的光临。